中美陆军谁才是世界第一？中国王牌重型合成旅对战美国装甲旅，能否有获胜的希望？双方又有哪些优势所在？随着科研技术的不断发展，战争规模也一直在发生变化。伴随着2次工业革命和2次世界大战的催化，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也将军事重心放在海空领域的建设上。海军和空军在现代化战争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但无论如何，战争要讲的还是重视体系对抗，多兵种联合协同作战，海陆空三军缺一不可。如果把海军和空军比作战场的急先锋，那么陆军就是战争中最后一道屏障。中国陆军可以说是解放军中的老大哥，是中国解放军历史上最悠久的军种，前后参加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每一次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朝鲜战场上。美国陆军师也是因为轻视中国步兵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如今，虽然美军依旧掌握着海空军的优势，但是对于谁才是世界第一陆军这个说法，至今仍有争议。不少观点认为，中国陆军实力已经超越了美国3等人。随着时代的变迁，高度信息化的战争变化，中国陆军也面临着很多问题。为了满足现代化战争的需求，中国一共对陆军进行了3次全面的精简整编。整编后的陆军部队从之前庞大臃肿的师级单位变成了灵活机动、现代化程度高的诸兵种合成旅。所谓合成，便是把多种军种放在同一个部队当中，形式很多，其中就包括但不限坦克、步兵、工兵等多个分队，也几乎涵盖了所有基础兵种。目前，中国解放军的合成旅分为全面机械化的重型、中型、轻型3种用途不同的合成旅。轻型合成旅的重点是强调快速反应。美国的斯崔克旅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美国陆军的斯崔克轮式装甲车是快速战斗旅的核心战斗平台。该车由加拿大通用汽车防务公司和美国通用动力公司联合为美国陆军制造，在机动性、兼容性、快速部署、生存能力和杀伤力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而斯崔克轮式装甲车的出现，也让美国陆军军队单位中出现了以斯崔克战车为依托的旅级军事单位，也就是斯崔克旅。在伊拉克战场上，斯崔克旅就显示出了独特的作用。在当时的作战环境下，地雷一直是防御作战最有效的武器，而有人控制或采用智能引爆的路边炸弹更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大出风头。这种路边炸弹威力相当之大，即使是60多吨重的 M1A2 主战坦克，在准确起爆的几十千个炸药的爆轰下，也会被完全摧毁。但这种路边炸弹能否击中斯崔克轮式装甲车，就是最大的问题。得益于这种装甲车的高机动性和生存能力，美国陆军在伊拉克战场上采用高速运动的走马观花式巡逻法，一律以60千米每小时以上的速度高速移动，既做到了地区的治安维护，又降低了风险。当然，高机动性、高生存能力的代价就是轻型合成旅的火力不足，只能在小规模战争或治安战中发挥作用。中型合成旅的主战力量由4个合成营组成。首先是一个不同以往的营部，由于合成营是最小的作战单位，由坦克、步战车、炮兵、侦察等多个模块，所以合成营有4到5位参谋的参谋组，营部有营指挥车和1辆炮兵指挥车。这种合成营的基础战术单元可以不经额外加强，直接随行大部分作战任务，可以说是中国陆军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陆军大约有30个中型合成旅，以轮式战车为主，比起轻型合成旅，同时具备了强大的火力和高机动性。这30个合成旅装备了大约9000辆的6×6轮式装甲车或大8轮突击炮装甲车，可以说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轮式装甲车部队。今天着重分析的就是中国地面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重型合成旅。重型合成旅的主战装备主要是以大量的 99A 型主战坦克和搭载步兵的 04A 步兵战车组成。因为其远超其他种类部队的坦克和步战车数量，加之重型合成旅用的都是我军现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所以被网友戏称为土豪旅。那么中国陆军中顶尖的重型合成旅与美国目前的拳头部队装甲旅及战斗队相比，到底孰优孰劣呢？先从我军重型合成旅的编制开始说起。重型合成旅下辖直接作战部队为4个合成营、1个炮兵营、1个防空营等主力单位。4个合成营下辖8个装甲连、8个装甲步兵连为主要作战力量，8个装甲连共计装备112辆 99A 主战坦克。
8个装甲步兵连，装备104辆04A 步兵战车，可谓是火力强大。剩下的部队较为重要的战斗力量就是炮兵营和防空营，其中炮兵营下辖火箭炮连、火炮连和反坦克歼击连。火箭炮连装备9门40管122毫米模块化火箭炮，火炮连装备27门07式122毫米自行榴弹炮，反坦克歼击连则装备9辆红箭10自行反坦克导弹发射车。防空营则有数目不详的09式双35高炮和红旗17防空导弹组合而成，形成了弹炮一体，近程防御目标通吃的一个防空组合。最后，我重型合成旅的主战装备为坦克112辆、步战车104辆，火炮为36门、9辆红箭10自行反坦克导弹发射车。美国装甲旅级战斗队2016年后，装甲旅采用了新的编制，下辖2个装甲营、1个步兵营以及1个侦察营和1个炮兵营。和我军不同的是，美国的2个装甲营共下辖4个坦克连和2个机械化步兵连，而唯一的1个机步营则下辖1个坦克连和2个机械化步兵连。侦察营则下辖1个装备14辆 M1A2 主战坦克的坦克连和3个侦察连。总计，美国装甲旅级战斗队下辖6个坦克连、4个机械化步兵连和3个侦察连以及3个炮兵连。最终，美军装备为84辆 M1A2 主战坦克和100辆 M2A3 步兵战车。装甲旅级战斗队下属的1个炮兵营则装备18门155毫米自行火炮。在主战坦克和火炮上，我们都对美国的装甲旅级战斗队形成了优势，但是其他方面都差不多。但是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军太过于依赖空中优势。哪天如果突然丧失了空中优势，哪怕是短暂的时间，没有独立防空部队的装甲旅一旦遭受空中打击，必定将伤亡惨重。而中国的合成旅在于各方面的武器配备达到了完美的平衡，独立属性比较强。美国的装甲旅太过于依赖体系作战，因此从单纯的实力来讲，我们装甲力量和远程火力远在美国之上。但是如果放入体系作战，那么两方的差距相差就会显著缩小。总体来说，合成旅的作战火力肯定没有改编前的机步师大，毕竟合成旅的改编就是在机步师的基础上不断拆分细化而来的。但是改编后的合成旅人员投入少了，装备大大增强，将不同兵种的多种作战单位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体化联合作战。这种一体化联合作战也是信息化战争的产物，是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现代意义上的无缝衔接包括了上下级之间的纵向连通与横向连通。这种连通性要求作战力量在信息格式上具备通用性，横向上可与任何作战力量拼接组合，纵向上更具备上下之间的指挥约束和快速沟通，打破平时建制，按照任务组成战斗模块，形成对敌最优化的战斗态势，使联动作战动如一体，无往不胜。